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概念？有很多游戏看似是移动游戏，但更可能算是便携游戏。这个有趣的概念是在一篇名为《We Play in Public: The Nature and Context of Table Gaming Systems》的2011年的论文中，由 Christian McRae 提出。这句话可能听着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。确实，移动游戏和便携游戏这两个词通常指的意思非常接近。但 Christian 提出了一种用这两个词汇区别游戏属性的观点。文章中有一个有趣的例子，使用的是《怪物猎人自由联合》这款游戏。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可能是它日版的游戏名《怪物猎人携带版 Second G》。这款游戏在当时游戏机圈的火爆程度，想必经历过的人都能明白。我当年也算是玩了这款游戏上千小时的老猎人了。这款游戏除了单人挑战磨练技术的快乐外，最多4人联机的乐趣可能才是不少玩家喜欢它的重要原因。文章指出，怪物猎人这款游戏虽然是一种集体游玩的方式，但是其本质还是属于便携游戏。还有一个和便携游戏类似的概念，早在2002年就已经由 Sotama 提出。该概念指的是游戏如果基于移动科技，但是游玩时通常需要玩家静止，那么可以将其称为半移动游戏。Christian 认为，半移动游戏的概念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他提出的携带性游戏的理论。他认为，携带性游戏就像你在家制作的餐食，但是你打包带出来吃的感觉。除此之外，携带性游戏往往也要比移动游戏有着更广、更深度的游戏制作和技术运用。Steam Deck 的发布可以说是大型互联网公司 Valve 又一次大胆的尝试。很多人表示通过 Steam Deck， 他们又对游戏重新燃起了热情，但有不少人觉得买了就后悔了。这让我觉得游戏携带性和移动性的概念可能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状况。那么，欢迎收看这期黑皂影戏，我是卡尔。下面就让我们来进一步谈谈这个话题。Christian 提出理论的2011年，离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，科技和游戏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手机游戏年收入在2021年已经在全球超过 PC 和主机游戏总和，手机游戏的影响力已经非常之大。这使得我们也得去重新思考游戏的携带性和移动性，还有它们和设备种类之间的关系。移动游戏是带有可打断性质的，并且是可以移动游玩的，比如说一些三消类游戏，或者带挂机性质的游戏，可能只需要偶尔点击一些按钮便可以顺利游玩。与其相反的就是需要较为专注，游玩时期相对静态的游戏类型。比较值得关注的例子就是王者荣耀这类手游 MOBA 游戏。作为手机游戏中最为盈利的产品之一，它其实更像是一种便携游戏。大家都知道 MOBA 的经典游戏 Dota 2和英雄联盟这类竞技性游戏需要极高的专注力、长时间的游戏时间以及稳定的游戏环境，比如优质的网络环境、能够专注的游玩空间等等。同类型的王者荣耀自然也有着相似的属性。玩家哪怕在户外聚会游玩王者荣耀，通常也是静止在座位上，通常并不会频繁在移动通勤中或者其他需要分心的活动中游玩。那么可以认为这类游戏虽然是手机游戏，但是更属于便携游戏，而不是移动游戏的范畴。同理，和平精英和使命召唤之类等大火的手机游戏也是类似的，它们更属于便携游戏。除了游戏本身外，平台也是限制游戏属性的原因。如果一款游戏十分适合移动游玩，但是它本身没有任何移动设备可以支持，那么也就无法成为移动或者便携游戏。比如《怪物猎人 G》在 PS2 主机上的时候，虽然有着有趣的线上功能，但是不能算作为携带游戏。直到在 PSP 上重置推出了《怪物猎人 G 携带版》的时候，它才算是携带游戏。此外，设备本身的便携属性也不是完全二元的。拿最经典的笔记本电脑举例，如果用其游玩游戏，基本上来说是无法实现移动游戏的体验的。但是可以支持携带性游戏，比如搬着笔记本去朋友家联机这种事情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干过。而便携性更高的可能就属于平板，再来就是游戏机和手机这一类。在以前，便携性游戏机通常有很多专门为其设计的游戏，来保证游戏在便携游戏机上有较好的游戏体验。毫无疑问，在当下，手机这种设备在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手机变成了移动游戏设备极有竞争力的新平台，不断挤占传统游戏设备的份额。其中不光包括各类游戏机，甚至还对笔记本等移动游戏设备产生了影响。在如此大环境下，如果再继续推出移动主机，那么将很难像于游戏机并未大规模流行前一般占据移动游戏市场。任天堂 Switch 则是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。Switch 接上显示设备能当家用主机，而拿走插上手柄则是移动游戏机。
这种形态占据了两种不同的定位，而这样的形态也同时拥有着优势和劣势。优势便是他们的游戏只需要开发一次，便可以在两种模式下游玩，厂商可以节省一些开发成本，而玩家也能省去买2个版本的资金。但这也意味着两方面的形态都难以达到最佳。为了兼顾移动模式的性能和 UI 大小等等，游戏多少会有各方面的妥协，难以专注优化其中一方体验。目前全球最大网络平台游戏零售商 Valve 也同样有了这样的想法。和 Switch 有些许不一样的是，他们这次打算把 PC 端的游戏变得可便携化，因此 Valve 公司在2021年公布了 Steam Deck， 搭载了单独开发的 Steam OS 操作系统，来让设备从系统层面就成为一台专业的游戏机。这个系统也随时能让机器进入待机，而不用关闭游戏。而这些专项改动正是便携游戏环境所需要的。此外，更加让玩家满意的是其握持设计，在掌机中也是非常接近于传统手柄的手感，并且还拥有2个触摸板来模拟鼠标的运动。Steam Deck 似乎看起来可以打破常规，它不光是久违的大厂出品的带定制系统的纯粹移动游戏机，还是一台打破设备壁垒，能模糊便携游戏和固定游戏概念的机器。Steam 平台上有着很大一部分游戏，它们并没有能够支持它们的便携或者移动设备，而如今它们却能以便携游戏的身份重生于这台机器上。不管是年度游戏《老头环》、战神，还是刚出品的霍格沃兹遗产等等，我们都能真正的在车厢中、咖啡店等等环境中游玩。这样说来 ，Steam Deck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划时代产品。但是现实真的这么美好吗？一方面，如我上面所说的 ，Steam Deck 通常只能让游戏有便携性，而不是移动性。硬件上来说，续航在游玩大型游戏上时是十分短的。此外，为了握持手感、散热等属性，不惜代价增大的体积也是其难以成为移动平台的原因。当然，没有绝对无法移动的平台设备，只要用户愿意，当然也可以捧着笔记本电脑在公交车上玩斗地主。要不起。所以，在此指的是在横向对比的情况下，其便携性比手机和传统便携游戏机都要差。从软件上来说，大部分 Steam 游戏针对的还是稳定静态的环境来设计的，所以这部分的游戏并没有可移动性，都需要相对静止的环境游玩。这也使得短途通勤或者短时间等待等场景从软件上便有着不适配性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是从软件还是硬件上， Steam Deck 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提供便携性。另一方面， Steam Deck 没有独占游戏，而 Valve 官方也表示他们不希望有独占游戏出现，而部分玩家的反应则是相反的，他们希望能玩到独占游戏。在这里我不讨论独占游戏对于主机平台市场占有率的影响，在这里我想说的是，独占通常意味着更好的适配性，而 Steam Deck 在这方面则是短板。2023年1月份 Steam Deck 兼容游戏已经达到了7000款了，其中不乏有《艾尔登法环》、Apex、星露谷等大热的作品。从适配游戏列表中不难看出， Valve 的重点也在优先适配热门作品上，在 Proton 兼容层的开发上也是十分卖力。随着兼容层不断的更新，越来越多的游戏开始适配这台移动设备，但是目前而言，还是有很多游戏并没有办法适配。除了因为技术手段无法匹配的情况外，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机器性能限制，无法流畅游玩的游戏。在这里面，一部分游戏是因为画质或者帧数原因，游玩起来太难受了。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键鼠操作不好匹配，或者是文字的 UI 不适合小屏幕使用。因为上述说的原因， Steam Deck 其实是不适于游玩大多数 PC 游戏的。其实真正的能适合 Steam Deck 的游戏并非那么多，它更适合于游戏体量较小的独立游戏，或者是文字 UI 相对较大且对机能要求不高的大作，特别是距今有些年代的大作。我个人来说，更愿意用其玩一些 RPG、文字冒险、独立游戏这种，它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 PC 或者主机游戏的补充我们在手机游戏上可选性不多的便携游戏体验。如果买 Steam Deck 的原因只是想体验一下移动 3A 大作，或者想要把它当做一种移动游戏机，在各种零碎时间随便玩一玩，估计也是会失望的。就像我在上面说的一样，这款机器可能更加适合进行在相对稳定环境下的便携游戏游玩。那么便携性游戏在如今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认为手机市场中的携带游戏在近些年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，比如国内王者荣耀和刺激战场常年占据大量用户的娱乐时间，而在以往，这部分份额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被便携游戏机所替代的。
一个玩家从便携游戏机转为游玩手机携带性游戏是十分常见的，因为他们能在手机上找回那种片刻的专注的游玩感觉，一种相对复杂和有深度的游戏体验。反观早期智能手机上大热的游戏，如逃脱神庙、捡绳子等移动游戏来说，近年的手机游戏显然更多的开始体现了携带性。面对这些便携性手机游戏的几乎无门槛的情况，便携游戏主机面临了相当大的市场挑战。我们看到 Switch 和 Steam Deck 都选择了曲线进攻其弱点，这个弱点便是目前手机上的便携性游戏种类相对单一，主流的大多是竞技性游戏。Switch 和 Steam Deck 都给玩家们带来的是便携性游戏为数不多的净土，无论是喜欢平台跳跃、单机剧情，还是肉鸽等等的玩家，都可以找到大量的游戏进行选择。Steam Deck 把原本完全固定的 PC 游戏变得可携带化，而这种可携带游戏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不在电脑桌前的、静止的、有深度、有足够选择性的游戏体验。当我们在床上、沙发上、列车上或者出门在外的长时间等待中，拿起 Steam Deck 的时候，那一刻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电脑桌前，沉浸在一个个游戏世界里。移动性让我们更好地打发碎片时间，而携带性给我们带来的则是一个可以携带的家。那么本期黑噪影记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节目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